我是于翔宇。哎呦，最近节目确实播了，我发现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包容了，还有喊帅的，哎呦。谢谢，咱讲段子好吧？哎呦，真的，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对我太包容了。还有些人网上评论说，哎呦，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。但我哲学其实真的没有学得很好。你看我讲那些哲学知识，你们都听得懂。你们听不懂那些，当时我也没听懂。因为我有些老师教学方式确实是非常老。你像我们有一门课叫美学，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给你讲什么是艺术，什么是美，如何去审美。上了课之后发现我们老师审美特别差，他上课基本就是给我们放那种祖传 PPT。我看了一眼，上次修订日期是2003年，用 Office 2000做的。我老师的 U 盘都是256M， 插上去电脑中毒了，弹出来一个熊猫烧香。PPT 打开之后还有2行标语，写着上课勿摘口罩，时刻严防非典。下一页课程的标题是5个大字，用的是宋体，加粗、描边儿、立体带阴影、彩虹渐变色。5个大字，什么是艺术？这是艺术吗？这不是艺术字吗？讲那个知识点的时候更难受，背景全那种黄色、蓝色的纯色底儿，所有的文字都是5颜6色的黑体加粗，讲到重点飞进了一个彩色的框 ，biu， 整个那个画面的设计啊，就是照抄了椰树直播间，就是个椰树牌 PPT 啊，我都怕我老师拿着个保温杯站在旁边。同学们，这 PPT 我从小用到大。除了学啥以外吧，大家也会问我说，那你们学完哲学到底能干啥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，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新闻没有？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，晚上兼职在校门口摆摊儿，上这么多年学，考研、考博，现在考肠，挂了个牌子说哲学交流，买1根烤肠可以问1个问题。这谁路过不想问1个问题啊？你这多少钱1根啊？受到我们师兄的启发，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有了哲学酸奶、哲学钵钵鸡，感觉哲学和啥都能搭配，比如哲学白酒、老村长，真正纯粮酒，好喝不上头。你买1瓶，问几个问题都可以，答案反正都在酒里了。然后最近还有经常有朋友问我说：“于翔宇，那你为啥明知道不好找工作，还要坚持学哲学？现在大学不是可以转专业吗？是可以转，我就是从计算机转到哲学的，我一点都不后悔啊。我其实就是当时太年轻，想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，我就觉得可以先思考人生，大不了再回去干程序员。但现在程序员也不好干了。”我那帮做程序员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人生了，他们就跟我说，现在这个行业不好，可能自己干的这个领域、这条赛道随时就没了。我很能共情啊，我一开始干过补习老师，赛道没了，来干脱口秀差点也没了，感觉我就是行业明，我还不能叫自己行业明灯，行业明灯这条赛道也没了。他们比我工作早，就说前几年还算稳定，这工作就是1个萝卜1个坑嘛。现在就是坑位在减少，那萝卜不知道能去哪儿，可能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了。现在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，那玩意儿叫萝卜快跑。感觉这车撞你之前还要嘲讽2句，说萝卜，快跑吧，时代的车轮来撵你啦。因为我现在就是试图想开一点，好像你咋选都行，你先活着就行，你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啥，可能到最后你
个人根本没得选，就只有时代选你的份儿。你比如说订书机，现在主要用来订外卖。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整合和传承人类的知识，现在就天天打包知识炸鸡。但要是乐观的看的话，可能以前在学校没人在乎订书机，大家喜欢那种很炫酷的卷笔刀、奇形怪状的橡皮，现在都快淘汰，只有订书机活下来了。订书机可能很高兴，哥们儿现在 offer 太多了。那卷笔刀你再能卷，没人用啦。现在没笔可卷，只能卷没笔。还有那回形针，那回形针半年就接了一个拆 SIM 卡的活儿。只有我订书机成功转型，我现在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能盯精神食粮，也盯得了食粮。我有今天也不是靠自己，是时代在召唤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翔宇。能走到总决赛，我真的挺开心的，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。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，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，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，不是炒股跟基金啊，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， 就是那种 P2P，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。我妈也报警了，但没啥用。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，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，钱肯定不会还了。你骂他，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已经是外国人了。I am a foreigner。”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，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，还被银行起诉，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我听了以后说：“那咱慢慢还钱可以，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？”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。他说：“没事，儿子，你放心，妈已经查过了，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，你就该干嘛干嘛，搞你的脱口秀，进娱乐圈。”妈看了，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，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。加油，儿子，妈上了那个名单，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。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，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，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，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，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，工资还可以。她就跟我说，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。我说：“妈，你不会呀？”她说：“不是，儿子，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。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，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，给小孩开发大脑。”鼓励式教育，让孩子感受到爱。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。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？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，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。我意难平啊！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。我都不敢问他：“妈，那你爱我吗？”我怕他说：“儿子，爱过。”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，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，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，我就越羡慕和嫉妒。有时候她跟我打电话，也不聊她的生活，也不聊我的生活，就聊那个小孩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：“儿子，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，弄倒了一杯水。妈本来想骂他，但我想了一下，他在探索这个世界，我就没有骂他。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，我肯定骂你。你爸还叫我揍你呢。”我当时就有点生气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因为我大脑没开发。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，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，她就说：“来来来，快给小雨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。”那小孩就：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我说：“小弟弟，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？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，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。
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。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，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，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。别到时候我说妈，我们都要上班了，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？妈，叫什么妈？叫李阿姨。跟谁俩妈的呢？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，李阿姨。感觉我爸二婚了。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，是真把我当亲儿子。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，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，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，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。去年过年，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，她要去美国带孩子，啊，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，可以学汉语、学传统文化嘛，就想从国内雇，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，就包机票、包签证过去，开的工资也很高，开9000美元一个月。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，那不是美国嘛？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。而且啊，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？啊，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？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，确认完全部是真的，但我还是不太放心。我说妈，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，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。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？那你就不回来了？那个钱你也不还了？你成外国人了？师夷长技以制夷。不是儿子，妈肯定是要还的。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，那不是9000美元一个月吗？那我在美国干个1-2年，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。我心想说，妈，你野心也太大了，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，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。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，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。哎呀，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，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。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，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，也不在名单了，还跟我说，儿子，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。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，你反倒要担心爸妈，妈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说这有啥的，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？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，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。王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李阿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翔宇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，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。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。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跟我说翔宇，你表哥被抓了。我一问，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，要配合调查，现在被抓到了上海，联系不上。然后问我说，翔宇，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？我听完直接懵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去？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，屁用没有，只会幽默。我要是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？说咋的？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？那你去不了，那里明星太多了，你咖位不够。我实在不知道咋办，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，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，就打开了大众点评。哎，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。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，就跟饭店一样，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，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，不用排队，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。而且选择一多吧，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。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.7分的律师事务所，团了一个3.9块的刑事辩护套餐。现在想想真的荒谬。穷病乱投医呀！3.9块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？法官说无期，律师说行。我哥在那儿，我到底犯什么罪了？贫穷。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，
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，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、找人情，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，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。你说亲戚问我翔宇，你在上海有人吗？我说我有人工智能，有问题找夸克，夸克 AI 超级框，啥都能回答，就是搜商高。亲戚说翔宇，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？其实从上大学开始，家里亲戚就会说，你出门在外，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，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。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？不多说，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，人图我啥资源啊？图我网盘资源。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，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，我拉你进资源群，你让我进娱乐圈。感兴趣出来吃个饭，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。哎，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，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。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，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，然后一直化脓不好。你上网查贼吓人，说会发烂、发臭，然后截肢。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，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，我说那不用看了，直接截肢吧。喜剧之王单脚记。然后我找了半天，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，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，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，特需门诊1000。我说，哎，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？我要不还是排队吧。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你哪怕是看病，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，就真的要钱不要命，身体的事儿不着急，啊，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？哎，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，啊，飞越太平间。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，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？他们就跟我说，那就找人呗，啊，我不用排队，我哥是肿瘤医生。我说，那你天天得肿瘤啊？他说不是，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。那医院也是小社会，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。为啥是亲友优先呀？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？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，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。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？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？为家人谋福利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也不怕你们笑话，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，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。就是人想要公平，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。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，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？就啥都没有，但是贼有态度。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，你要么就有关系，要么就有钱。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，空有一身正气，但是嘴硬。我没钱，也没关系，都没事儿。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你们，我是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宇。先磕了一下，好尴尬呀！哎呀，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，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。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，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，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。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，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。问我说：“翔宇，你怎么理解尼采？”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，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，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，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。我后悔，知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有，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，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，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男大。我说别吧，我都27了。
我只是延毕了。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？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。哎，耄耋南大。啊，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。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。”然后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，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，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。不是马老师啊，是我。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，我跟你说。当时我一进去，然后那人在那喝水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在日本买的，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，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，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。”谁问你了？谁问你了？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。我聊的不是杯子吗？没聊你呀。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？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，他就又来了。能理解你们年轻人，爹肯定是不好。我年轻的时候呀，你听哥一句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太诡异了，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。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，这我都懂。孔子、孟子、上野千鹤子。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，就是让我给建议。我给应届生建议，给年轻人建议，甚至给职场人建议。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，天天到处给人建议，我成专家了。妈咋的？本生专呀！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，就你让我搞笑我 OK，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。哎，我是真的很难理解，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，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。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，当作家。我送过你。哎，以前出书很难的，你想想司马迁，你现在把《史记》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，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？说啊，这样就可以吗？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？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！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？哎呀，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。我看了很多，我发现无论是谁啊，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，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，多阅读，多生活。我又不傻，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，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。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？那书你都打不开。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，就这么努力，在古代得是个举人。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，2号线犯禁。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，说翔宇，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？我看的是《斗罗大陆》和《斗破苍穹》。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、细腻的情感，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。你说你累一天，晚上回家瘫在床上，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，费脑子，砸脑袋贼疼。我看什么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白天过了。你说你要是被领导、客户大骂一顿以后，你是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花60页。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，还是看斗破苍穹，谁惹我全杀了。
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、爽文，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？就你要真过成爽文，谁还看爽文？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。啊，一觉醒来，我是千万富翁。马云说：“我破产了。”哎呦，这种苦难文学，在这消费痛苦，不看，太压抑了，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。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，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？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，我想拍个短剧。一觉醒来，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。谢谢你们，我是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，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，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。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，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，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？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？你虽然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。我咋辩证啊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，因为我学完哲学吧，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，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。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只会更加矛盾。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上午还在上课，我学那个《资本论》，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，剥削你的剩余价值，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。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，我可以加班。什么亚里士多德呀，多劳才能多得。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，因为我刚毕业，确实找不着工作，然后想干脱口秀，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，那是不太好。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，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不知道干啥好。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，我说这样吧，我决定了，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。他说好主意啊，就差一辆车了。我研究过了，咱俩可以先租个车，等赚了钱再买就行。他说先租车再买车，你没看过《骆驼祥子》吗？于翔宇，你要租车你就完了，你就一直给人干吧，你还叫什么翔宇啊？你就叫祥子。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，这个咱们学哲学啊，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，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。但我做不到。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。我当时回了趟学校，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，俩人在聊买学区房。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，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说老师，你也这么现实的吗？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，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。我崩完之后发现，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，他有这个物质基础。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，你像什么叔本华，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，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。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：自幼喜好哲学，11岁学习宗教学，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，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，21岁继承父亲遗产。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。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，什么积极自由、消极自由。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，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，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。你看他写那些句子，什么意志决定命运，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？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？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，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。还有那句最经典的“
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，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，满足了就会无聊。我想无聊，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。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，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。有趣有什么用呀？你在我们这个行业，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，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。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，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，穿着一件真丝睡袍，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，没啥意思啊。我现在通透了，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，什么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我是祥子，我从那里来，想到那里去。杨振业，这一波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，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。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，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。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，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，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：“翔宇，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？”我哪知道？哎，大哥，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，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，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？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？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，你就是不孕不育。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，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人家发微信问我说：“翔宇，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？”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，一边手上给他回：“好的哥，明天见。”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于翔宇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，你得学着减少内耗。”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，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，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。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，内耗一点都没减少，并越看越多呀。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，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，没有钝感力，边界感过强，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，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。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，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。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，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，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。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，你别说是我了，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，他也得有病。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：“哦。”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，我是个东亚小孩啊！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，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。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，是我爸妈的问题。哎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？啊。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，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，它就是个陷阱题。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，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，人家就叫家。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，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，最近买房了，原生家庭出的首付。我爸妈说了，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。常回原生家庭看看，回原生家庭看看。太苦了。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，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，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。而且我觉得，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我也很难解决，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，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，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来不及解决了。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，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，一边理性分析，一巴掌打过来，哦，
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。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，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。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、大吵大闹、外放视频，父母在旁边玩手机，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，我都不会讨厌他，我只会觉得孩子，你这辈子完了，你原生家庭有问题，跑吧，跑向你不幸的一生。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，长大会抑郁的，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。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。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说到底啊，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？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，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，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，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，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然后节目组就说，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。这咋聊呀？就是没有工作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，说翔宇，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，它也有好处，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。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？同学聚会，人家说啊，我现在在大厂上班，五险一金顶哥。我说那怎么了？我可是应届生。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，我还是清清白白。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，而我就算饿死，我也是应届生。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，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，没给资本出过一分力。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，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。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，教小升初1对1，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，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。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过好的生活。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，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。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。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，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学，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。老师不花，都给你攒着，以后租你们家房子。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。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，那种大厂嘛，就是经常干到1、2点，也没有加班费。我说领导这么干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领导说这怎么了？这很正常啊。翔宇，你学哲学的呀，存在即合理啊。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。我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，它都不合法，但就合理啊。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，我就应该学法学，什么他人即地狱，我想送他进监狱。哎呦，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，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，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，6大天然草本成分，像应届生一样干净。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，我甚至想过用《资本论》整顿职场，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。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，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？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，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。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，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。而我这种应届生，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，包装精美，原料干净，日期新鲜，但就是没人动。而
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。老板说：“哎呀，饼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”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，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， 临入职了毁约，说这个岗位没有了，你去找别的活吧。我觉得这不纯耽误人吗？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？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，比如说今年年初，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，快开录了跟我说啊，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。我说那我咋办？我为了来这儿，我把别的活都推了，我连春招我都没去。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？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？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，要不你就去种地吧，少年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错过了春招，别再错过秋收了。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，突然没活干了，也找不到工作，你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。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，就在下面留言，说求捞，墩墩，走过路过的好心人，有工作踢踢我。还有个 HR 在下面着补，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，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。哎呦，您可真是个大善人。我可得感谢你，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，没有真的玷污我啊！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，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，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。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，你上学、上班，人生慢慢走向正轨。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，然后跟你说：“哎，那你现在自由了。”你的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，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。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，我都想说，要不实在不行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。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，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，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，就直接搬来上海，但感觉还没挣钱呢，就开始花钱了。我得先找个房子，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，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。他们就跟我说他服务好，会给我配个管家。我租房还带个管家，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，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，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。没有家，但有个管家。老管家，帮我联系马总，把花呗套现，然后把房租交了。这套宅子我要定，少爷万万不可呀！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，住着一点都不自如，不自如。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。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。你像支付宝也是，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，叫资产，叫你财富管理。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，说完了，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。还好我还有不动产，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。哎呀，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。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，我哪有那个能力？你让我保护地球，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？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，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，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，改善环境。不是，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？我只是为了省钱，被迫过得很环保。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，我挤地铁、骑自行车，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。每次累得要死的。哎，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，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！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，想让你多花钱，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，有些都不讲道理了。你像很多品牌代言，就除了代言人以外，现在还有品牌大使。大使？
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？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！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叫联名了，你俩建交吧。品牌大使，你为了唬人，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！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。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，你都能代表地球了。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？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，三体人一看吊牌，这也太贵了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，更夸张的是，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。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，我当时就不想买。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，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，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。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，我也买不起。你代言厕纸，我是真的会买厕纸。你动到我的蛋糕了，你别哪天出了事儿，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。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，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，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，修的贼漂亮，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，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。男厕所就这样，女厕所这样。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，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？男厕所，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；女厕所，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，后面排着67个小人。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？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？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，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。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，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。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，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，我就要在旁边等她。我有时候等没事干，我都想帮她排。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，我在这儿帮你排着。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。我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，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，不如多干点事儿。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，只需要少点宣传墙，多点卫生间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